慕尼黑安全会议18号闭幕。此次中方代表团不仅参加了中国专场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主旨讲话，并举行多场双边会见。此外，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学者在慕安会多个场合积极发声、参与讨论，表现颇为亮眼。慕安会第2个会议日，王毅在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王毅指出，回顾2023年，世界充满动荡不安，人类面临多重挑战，而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始终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王毅强调，中国会担当4个方面的稳定力量，包括推动大国合作、应对热点问题、全球治理以及促进全球增长。演讲中，王毅首先谈到中美关系。他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希望双方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轨前行。两国元首去年底举行重要的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中方将坚定维护正当合法权益，反对无理遏制打压，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与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布林肯在紧接着的一场慕安会活动上提到跟中方可持续接触，让美中关系更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是在双边会见后做出上述表述。Brought greater stability to the relationship, not moving away from or ignoring the fact that yes, we have a competition.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are contesting each other, but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we can and should cooperate becaus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do that. 在答问环节，王毅回应了来自主办方有关地区局势的3个提问。回应有关台湾问题的提问时，在满座的观众席基本是西方面孔的情况下，王毅从历史维度严正纠偏，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座很多有年纪比较大的这个老朋友们了，1943年。中英美3个国家发表了开罗宣言，今天埃及外长也在这个地方。开罗宣言里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给中国。1945年，各国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结束了2战。波茨坦公告第9条明确载明，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所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个国际共识。慕尼黑当地因举办慕安会安保十分严格，这2天室内多处封路，而王毅外长行程满满，不仅参加了慕安会中国专场活动，还在头2天就举行了10多场双边会谈，行程十分紧凑。我们注意到，由于会见地点不相同，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有时外长会步行到其他场地。在慕尼黑的第2天行程，王毅先后举行了8场双边会谈。同德国总理舒尔茨会见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应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为此提供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舒尔茨表示，德方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脱钩断链，乐见中国发展振兴，愿为其他国家在德企业提供优质营商环境。17号，王毅还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是两人相隔1年后再次见面，讨论了双边关系、两国贸易及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必要性。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之间有长久的友好交往。与加拿大外长赵美兰见面时，王毅强调，推动中加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两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实现合作共赢。同日，王毅还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法国外长塞茹尔内、波兰外长谢尔科斯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阿根廷外长蒙迪诺。慕安会后，王毅还将访问西班牙、法国，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其中，西班牙的访问行程是中国外长时隔近6年后的再次访问，双方均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代表团在慕安会多个场合参与讨论，积极发声，表现颇为亮眼。当地时间17号下午，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出席了一场主题为“印太安全”的座谈会，与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官员同场辩论。傅莹连续多年参加慕安会，并且是慕安会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认为，今年王毅外长的演讲与往年不同的是，更强调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Minister Wang Yi, he came to Munich a number of times, and you notice he used to talk a lot about China, about the region, and today he talked about the world. He started with the world. He talked about how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stabilizing role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 countries, in terms of regional issues. China to share the regional experience. 昨天是龙年首个工作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深圳举行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吹响了建设现代化新广东的冲锋号，彰显了广东坚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与会人员表示，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只争朝夕抓落实，以奋斗的你我成就奋进的广东。此次大会也受到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超过16家境外媒体参与报道。广东连续2年新春第一会聚焦同一主题，足见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之重、影响之远。参会人员表示，从大会中感受到了广东不断增强的高质量发展硬实力，让大家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因为我们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省份，也是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被认为是领头羊，所以我觉得，广东怎么做？就对全国呢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广东省是作为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那去年呢也是交出了一份比较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答卷，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科技创新这些方面，属于站在一个高的起点上，然后去谋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大会提出，要聚焦产业科技化创新谋未来，就是要不断夯实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参会人员表示，要紧紧围绕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凝心聚力，笃行实干，为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在这个广东的大环境下、大湾区的政策下，在高科技的引领下，我们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呢就想跟广东的产业的这个发展呢，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做好这个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做好这个科技创新，做好有组织的科研，来支撑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大会也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超过16家境外媒体参与报道。多家港媒关注到，大会召开当天适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5周年。香港《明报》就在报道中提到，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由广州移师深圳举行，湾区发展成主要议题之一。星岛环球网在首页头条位置刊发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大会上的讲话，并转载广东媒体的稿件，表示，一个是广东新春第一会，一个是春天的故事开始的地方，二者的相遇可以说别具意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能源行业委员会特聘顾问林志颖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作为创新之都，吸纳了不少科技龙头企业，将总部落户于此，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也与香港邻近。龙年开工第一天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选择在深圳举行，意义非凡，也能更好地汇聚合力。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去举行我们新年龙年开工第一天的这个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呢，我感觉是有一个面向未来，重心放在科技，还有呢更加积极的去聚集广东省里面的力量，还有通过香港、澳门聚集国际的力量，共同去发挥我们在广东省的这个科技领域里面的优势。香港商报的评论文章指出，香港各界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大湾区为香港提供一个巨大的发展腹地，是香港巩固提升在金融、航运、贸易、物流等领域领先地位的关键。
一个更强劲发展的广东省给香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是数之不尽的。香港各界应当高度关注这次大会释放出的新信号、新机遇。香港电台也在报道中引述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深的观点称，粤港两地要做到人才的双向流动。他下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会就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融合，在科技、人才、产业融合方面提案。再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球鞋潮流展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出现，为首次以特朗普品牌推出的球鞋代言。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因为财务欺诈等罪名被法院判罚3.55亿美元。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ve wanted to do this for a long time. I have some incredible people that work with me on things, and they came up with this, and this is something I'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12 years, 13 year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success. 这次推出的特朗普牌球鞋共有2款，其中一款为高帮金色，带有美国国旗图案。报道称，一个新成立的特朗普品牌鞋专卖网站将这款球鞋标价399美元，约合人民币2870元，限量1000双，目前已经售罄。除了鞋，这一网站还售卖特朗普品牌香水。这是特朗普2022年11月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再次从事盈利性商业活动。他曾推出带有自己形象的数字交易卡，还出过书。值得注意的是，美联社在报道中提及，推出自己品牌球鞋的前一天，特朗普因财务欺诈等罪名被法院判罚3.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5亿元。2月16号，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对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作出裁决，该法官认定特朗普财务欺诈罪名成立，需支付3.55亿美元罚金及相关利息。特朗普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声称这一裁决是民主党对其的政治迫害，是在干涉选举，表示自己将提起上诉。The decision yesterday in New York, you may have read about it. Crooked judge. He's a crooked judge. These people, they're not looking for justice. They only care about how to stop crooked Joe Biden's political opponent, that's me, and how to inflict as much pain as possible. 美联社说，特朗普现身球鞋潮流展推销自己品牌的球鞋很不寻常，他正寻求赢得更多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特别是非洲裔年轻选民的支持。一旦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部分选民的支持有助于特朗普与寻求连任的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对决。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go out and vote, right? We have to go out and vote. We got to get young people out to vote. And you're going to vote,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thing around. This country's not doing so well.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country around fast. 根据特朗普去年公布的财务信息，运营特朗普品牌鞋专卖网站的公司为特朗普所有。网站的产品介绍充满战斗气息，例如把那款金色球鞋命名为“永不言败”，称其是特朗普总统的首款官方球鞋，像他一样大胆强悍。而特朗普的对手拜登的竞选团队则对引发热议的特朗普卖鞋一事冷嘲热讽，称他兜售的是盗版鞋，抄袭了其他品牌球鞋设计。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杰耶夫卡市，乌方却将此次失利归咎于西方军援不到位，而拜登则甩锅给美国国会，称正是由于国会不作为，导致乌方被迫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军。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通报称，乌军防空系统击落了12架俄罗斯无人机、1枚巡航导弹以及1架俄军苏34战机。对于乌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作出回应。此外，在位于俄罗斯西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该州州长格拉德科夫18号发布消息称，该州17号遭到乌军16架无人机的袭击，乌军还向该州发射28枚炮弹。对于这一说法，乌克兰方面没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杰耶夫卡市，随后发布了一段乌军逃离阿夫杰耶夫卡的视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还没有下令之前，就有成群的乌军奔跑在被俄军火力持续控制的道路上。俄军炮兵精准打击了试图逃离的乌军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当前战况下，乌军为了避免被包围，决定从阿夫杰耶夫卡撤离至更有利的防御战线。法新社的画面显示，乌军士兵正在阿夫杰耶夫卡周边地区挖掘战壕，以加固防线。Канонада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Оно взрывы идут,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где-то там еще.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强调在阿夫杰耶夫卡是因为乌克兰弹药短缺，美国也未能及时提供军事援助。为减轻士兵伤亡，避免被俄军彻底包围，乌军决定撤军。Немає далекобійної зброї. У Росії є, а у нас її дуже мало. Ось вся правда. 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拜登在通话中告诉泽连斯基，他对乌方将得到美方军援有信心。白宫则在声明中将锅甩给了美国国会，称正是由于国会不作为，导致乌军弹药补给越来越吃紧，最终才使乌方被迫从阿夫杰耶夫卡撤军。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在德国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请求美方紧急提供援助，包括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总统办公室此前发布声明称，在欧洲访问期间，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有效期10年的安全保障协议。协议分别明确规定，2024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超过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资金，法国则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最高达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夺取阿夫杰耶夫卡是俄军近1年来最大胜利。据俄新社18号报道，俄罗斯记者帕维尔·扎鲁宾在对普京的采访中问，为什么不早点开始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因为我们依赖合作伙伴的诚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明斯克协议，并最终得到执行。我们直到后来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当时德国前总理和法国前总统说，他们不打算执行这些协议，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并仍然试图执行协议，无论这对双方来说有多么困难。普京称，不知道他们是否今天就想要和谈。我已经说过，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对话了。正午短评热点直说，乌军决定撤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从军事上来说，这是俄军在去年攻克巴赫穆特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但是不要忘了，阿夫杰耶夫卡并非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后面还有一堆已经要塞化的城镇，乌军可以借此节节抵抗。而俄军面对乌军的结硬战，同时相对北约来说，自己在情报方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巧取，只能够打呆仗，慢慢啃。从政治上来说，乌军失去该地，无疑对美俄两国的总统选举造成影响，有利于普京追求连任，而对于拜登就是大利空了。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借此狠批共和党议员们迟迟不批准对乌援助的原因，因为他要甩锅。福建一艘渔船14号在金门海域被台方驱离，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台办发言人随后表示，对此坚决支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18号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后表示，2月14号，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草菅人命，态度恶劣，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大陆海警部门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有利于维护相关海域正常秩序，保障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此前一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还强调，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下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也绝不容忍。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实真相，并严肃处置相关责任人，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前院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告诉深圳卫视，国台办的表态明确宣示了对包括台澎金马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拥有管辖权，这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如果台湾方面一意孤行，导致两岸对立进一步加深，后果必须由台湾方面来承担。刘国深认为，长期以来，大陆方面在这一地区的管控治理上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但随着岛内形势发生变化，台湾海峡区域的管控与执法常态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我相信大陆方面，会在这一次事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来推动对台湾海峡地区的常态化、规范化的这个一些治理，特别是一些执法行动。这样有助于两岸的渔民，两岸的包括渔民在内的各界，维护好生产生活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这个对于两岸双方都是有利的。事情发生后，岛内舆论也非常关注。金门县长陈福海15号发文表示，对罹难渔民表达哀悼。陈福海强调，近年来金门水产试验所与厦门海洋发展局联合举办释放鱼苗的互惠合作模式，针对两岸间民生经济议题持续沟通，以化解歧义，秉持两岸一家亲、共享一片海相向而行。金门县府愿以两岸和平先行者的角色，持续为两岸三地和平对话沟通来尽更多的努力。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17号也对事件回应表示，最大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与大陆不对话，这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强调，两岸有这么多的利益关系，不对话怎么解决问题呢？岛内前民代郭正亮同日也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理让人觉得不够快、不够透明。他质疑，为何迟迟不能公布录影带？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则奉劝赖清德放下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看，敌意螺旋是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所以媒体也说两岸关系翻船。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渔船翻覆，这个可能不是赖清德能够掌控的。但是旅行团不能到大陆，这是你可以掌控的。我不相信蔡英文就自己做的决定，没有跟赖清德商量。我不认为蔡英文敢这样做，毕竟有跟赖清德说好跟他报复。那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两岸的结果会怎么样？会比蔡英文的时代更糟糕。